今天给大家推荐6款最强免费的 Chrome VPN 插件，就是谷歌浏览器 VPN 插件，不限流量，一键连接，而且速度非常快，可以稳定看 4K 视频。尤其是最后一款节点多选，完全免费，真的强，建议看到最后。不过搜索下载梯子还是需要你翻墙的，但只要下载一个插件，后面5个就可以无需开启本地 VPN。某种程度上来讲，它更像是你的后备隐藏能源。一旦你的 VPN 跑路，就可以使用这6款救急。怎么去搜索这些插件呢？点击下右上角头像，选择拓展程序，访问 Chrome 应用商店。在这里，我们介绍的第一款是 DOS VPN， 它目前是 3.7 的评分，40万用户正在使用。把它添加至我们的 Chrome 拓展程序，点击下添加。添加完成之后，为了方便使用，我会把它进行置顶。在这里就可以打开，然后作为一个新用户，就是 Welcome to DOS VPN 嘛，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下 New to DOS VPN， 点击一下 Join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使用了。目前提供的3个节点的话是免费的，一个是美国的，一个是这是什么国家的忘记，然后一个是法国的。然后这里我们就可能选择一下美国，点击一下，这里它就已经显示我们已经连接了美国的节点。那我们对应的去看一下我们的 IP 地址有没有进行更改，因为之前是Japan嘛，那我们这边进行一下刷新，看一下是否更改成 American。好，这里已经变成了 United States， 就是美国节点啊。然后我们再去看一下刷 4K 视频的话，会不会比较流畅或者怎么样？我们来进行一下重新加载。然后这里我们点击下详细统计信息，目前的速度是在22488，这应该是这只是480p哦，我们将它更改成为2160，也就是 4K 视频。然后去拉一下进度条，看一下速度怎么样。速度的话有9万多，那现在因为是晚高峰时间啊，所以这个速度的话，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的。然后这是关于第一款 DOS VPN 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把我的本地 VPN 直接关闭掉，确保我本地是没有开启 VPN 的情况下，使用到它这个插件，看一下能否进行第2款 VPN 的介绍。那这里的话是第2款，它是 AD Ground VPN， 极速且安全的代言，它是获得到精选啊。目前的话有50万用户正在使用，4.1的评分，可能相较于之前的 DOS VPN 要好一些。那我们尝试把它添加至我们的 Chrome。那我在关闭掉本地 VPN 的情况下，刷新看一下能否就是刷新的出来。那就说明其实我们第一款已经正在运作当中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边是可以正常使用的，而且是在本地 VPN 没有开启的情况下。那好，我们现在把此前的 DOS VPN 进行就是关闭掉。这里下载安装好之后呢，会有一个欢迎加入的页面啊。我们推荐在拓展程序上进行使用啊。这里点击下我接受就可以了，然后点击登录或者创建账号。然后这里因为我刚刚此前就已经创建好了，所以我就直接点击登录此账号就好。然后这边我们就可以点击到下一步。继续使用免费版，一定要勾选到这里，继续使用免费版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，目前给到的相关信息是，剩余免费的流量是有4G，然后流量将在30天内进行更新，也就是说你1个月当中有4个G 的免费流量。然后这里除了上锁的，就比如说阿根廷、阿联酋啊、埃及，就只要前面有上锁的都没有办法使用，其余节点的话都可以使用到。然后我们就选择到美国的节点。或者我们选择波兰吧，也没关系。然后点击正在连接啊，稍微等一下。随后我们看一下 IP 啊，然后点击一下刷新，看一下是否将当前的地点变成了波兰。好，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变成了 Poland， 然后 4K 视频我们也刷新一下，看一下播放速度怎么样。这里呢将画质切换成为 4K。然后点击详细统计信息，然后进行一下拉一下进度条，看一下速度怎么样。
速度肯定没有第一款到处 VPN 那么快了，然后只有2万多。那这个速度去看 4K 视频的话是比较吃力的，但可能把画质调低一点，比如说看1440也就60HD 的这个可能会比较流畅一些，因为它最高时速也才3万多嘛，对比我们第一款是大打折扣的。好，这是关于第二款，但是第二款我要跟你说明啊，就是说它更像是 VPN 的代理插件，就是可以将你当前 VPN 的节点呢切换成为其他的地方，倒不太像是你电脑在没有 VPN 开启的情况下去连接，然后就这个 VPN 啊，我觉得它更像是个代理啊。然后我们来到第3款，它是 VPN USA， 我们点击添加这 Chrome 拓展程序。然后在此之前的话，我们将第2款断开连接，甚至狠一点的话，我们就将这个直接移除掉。第2款 VPN 是什么？啊，这个先关闭，然后再移除。随后呢，我们点开第3款 VPN USA 啊，这里呢，我们将它置顶，然后选择 Agree。然后目前的话，节点就只有4个可以选啊，一个是芝加哥，一个是洛杉矶、New York， 还有达拉斯，其他的节点都是要收费的。那我们就切换成为达拉斯，点击一下，然后看一下它这个状态。这里的话显示已连接啊，我们就将当前的 IP 地址呢再次刷新一下，看一下地区是否有更改。好，大家可以注意到 IP 就是已经变成了美国节点。然后同样 4K 视频我们刷新一下，然后将画质调成 4K， 看一下播放速度怎么样。那看这个网速的话就知道够呛了，就不用测试了，这个速度应该是很慢的了。然后第3款我们也将这个插件移除掉，先关闭，然后移除。我们来到第4款，它是小熊 VPN 啊，小熊 VPN 的话我已经添加过了，然后刚刚没有用，然后这边我先点击一下立即启用，同样点开。它是先需要自己创建一个账户啊，这个账户呢是可以接收到验证码的。创建完成之后呢，它同样也是，如果你想要免费使用的话，大概是2000 MB。然后这里呢，节点选项的话，它只有 Fast 就是免费计划，然后其他的话都是要上锁的。那它会根据你就近的网络就随地挖一个坑，代表着你已经连接到那个就它挖坑的那个地区的 VPN。然后同样的，我们去进行一下刷新。本来是美国，看一下它地区有没有更改。好像地区没有更改啊，那说明就近的节点的话，可能也是美国节点。它这个 IP address 应该已经更改了，如果没有更改的话，那第4款的话应该有点问题啊。但看起来好像也还行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去将当前 4K 视频刷新。Sorry。然后这里我们点击到画质，选择 4K。然后点击详细统计信息，大概也是能来到4万左右。不，现在变成11万多了。11万多的话，速度就很快了。看 4K 视频的话，应该是比较流畅的。那同样要跟大家讲的是，它这一款更像是 VPN 的代理啊。如果在本地没有连接 VPN 的情况下，你单独使用它，可能没有办法打开就是翻墙的网页。所以综合来看的话，到处 VPN 这一款已经是神中之神了。当然，后面还有2款还没有跟大家介绍。接下来是第5款 URBAN VPN， 然后同样的，那我们看一下它就能不能使用，点击到接受。然后这里的话，节点选择可以选择 Gemini， 然后是
英国和 USA 啊，其他节点的话不知道能不能使用啊。我们先来测试一下 Germany 德国节点能不能使用啊。那这里呢显示已连接，已连接之后呢，我们再去看一下当前的 IP 地址 ，Yeah， 还是一样打不开啊。那还是一样的，它和前面说的这两款都是属于代理的，它本身没有翻墙的功能，它只是可以把你当前的 IP 地址就可以把你当前的节点切换成为澳大利亚，就是它本身没有这个翻墙的功能，它只是帮你把节点更换成为澳大利亚节点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还是同样的要点开到本地的 VPN， 然后进行启用一下 Turn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去进行一下加载，应该就可以打开了。好，这里呢又可以打开了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代理打开，切换成为 Germany， 然后我们去连接看一下它这个地址能不能就是更改。如果不能更改的话，那这个 VPN 直接就抛掉，直接就扔掉就好了。它跟前面那2-3款的话都是一样的性质啊，就是说它们本身没有 VPN 上网的功能，它只是帮你把 VPN 节点更换成为，比如说德国节点，或者是其实就是更快的节点，让你上网呢就不再卡顿。我觉得就仅此而已啊。那看它连接这么费劲的话，那对不起，你就先滚蛋好了。那不得不说，综合看起来 Dot VPN 已经领先太多了。然后最后一款呢是 Fan VPN， 那这款呢我们先点击一下启用啊，在启用之前，我先将我的本地的网络先关闭掉。这里已经关闭了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打开油管视频或者是我的 IP 地址了。那我们这边先点开 Fan VPN。然后这里的话，节点是可以自己选择，比如说美国节点、香港、日本或者是韩国。那我们这次做一些不一样的啊，就选择一下韩国节点。然后它这里显示连接成功啊。据说这一款 VPN 也是我们介绍的最后一款，是最好用，然后也是没有也是，就是应该是最好用的。那我们尝试刷新一下。啊，你会看到这边的话已经变成 Korea， 它是第2款。今天我们介绍6款啊，它是第2款不需要开启本地 VPN 的梯子就可以实现科学上网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4K 视频的这个速度怎么样，感觉应该是挺快的啊。我们将当前画质调至成为 4K， 然后选择详细统计信息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连接节点的话，它本身也有一些速度延迟啊。但我觉得这款 VPN 应该是比较好用的，所以就放在最后呢，然后就是分享给大家。然后这里也可以看到，它这里速度好像不快，但是 4K 视频看起来好像是还可以速度，就是这边点击一下，好像也没有卡顿很长时间，就也能快速反应啊。那么这一款 VPN 的话，我觉得就还不错。然后这里呢也提供了其他节点啊，什么德国啊、法国啊、美国啊等等。好，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下排名啊，排名第1的应该是这一款 Fan VPN， 然后第2名的话是 Dot VPN。其余的几款什么 VPN USA 啊，什么小熊啊，什么URBAN 啊，这种啊，就是它只是节点代理，它本身没有科学上网的功能，那我们就是逐一排除。那今天综合下来的话，就是 Dot VPN 和 Fan VPN。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，非常感谢你能够看到现在。不过我觉得应该对你来说还是有所帮助的，你以后再也不需要花钱在 VPN 上了。当然，有一些风险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啊，就是我们都知道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啊，它可能后续会推什么套餐，根据使用的人数越来越多，或者这些插件呢，就是你使用的时候呢打开，你不使用的时候呢，请将它们全部都关闭掉，因为也许它可能会，那我们就比如说这款Fan VPN，我们点击一下详情。
然后这里呢，看一下它有没有在收集什么网站信息啊等等。它这里有权访问的网址，你可以选择就是点击时使用它时才可以进行访问。然后你不用它的时候呢，就不要选择就是说在所有网站上。然后同样我们点开这个插件，然后看一下这个信息啊，就是点击管理拓展程序。不是拓展那个管理拓展程序就在这里啊，应该是查看网站权限吧。对，在这里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位置信息、摄像头，以及是粘贴板的内容。虽然它这里显示都是询问默认状态，但一般如果你要真的用这个很长久的话，全部都屏蔽掉是最好的，因为还是要担心免费的它会不会窃取你一些什么信息啊之类的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也是在一个新的电脑当中，里面没有太多数据的电脑给大家展示的。那以上是我的分享，感谢您收看到现在。如果你在不放心的情况下的话，你可以使用 ChatGPT，然后去询问一下，就是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不太安全或等等类似的。但一般来说，只要你没有在使用的时候呢，去把这个拓展程序关闭掉，都不太会对你的电脑造成什么影响。